去年11月，我在泰国旅游了1个月，只花了2200，你敢相信吗？23年的11月呢，我在泰国旅居了1个月，但是呢，我不仅仅待在曼谷一个地方，我还去了包括曼谷在内的清迈、拜县、叶风颂的牛洞寺、素可泰、华富里以及大城，一共7个地方。那么很多人都听说泰国的物价很便宜，在全球都通货膨胀的一个大趋势底下呢，泰国的物价到底还有没有那么便宜呢？只花了3000块人民币不到，我就在泰国生活了1个月，我是怎么做到的呢？在视频的最后呢，我会分享一些关于我自己的心得，所以一定要看到最后哦。首先呢，民以食为天，我就先从吃开始讲。在泰国呢，在吃的方面是毫无疑问的一个便宜，但是呢，这个便宜呢是相对便宜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就是像如果你在泰国的一些中心地方，类似像Siam之类的一些商场，如果你在里面吃日料，那它相比国内呢，同样的质量肯定是比国内要便宜很多很多。但是呢，那个价格呢，在泰国呢也算是比较顶尖的一个价格了。所以呢，我说的便宜呢，是指非中心区域、非大型商场的一些价格。不过有一个地方，无论你是在泰国的哪里呢，它的价格呢永远都是那么亲民，上下波动不大的，而且有很多东西吃，那就是泰国的 7-Eleven。7-Eleven 的价格呢是非常亲民的。我在拜县有一段时间呢是没有现金的，然后呢那时候呢只能靠 7-Eleven 去度过，因为 7-Eleven 呢是可以接受微信跟支付宝的。在这个月里面呢，我几乎是把 7-Eleven 的所有的东西都吃过了，像常吃的打包饭啊、意粉啊、粥啊、云吞啊，几乎呢都可以在10块人民币以内解决。大部分的一些大城市呢，甚至还有一些蛋包饭啊、沙拉之类的一些需要现场制作的一些料理，那几乎呢价格也不是太贵，就大概就15块以内就可以解决。那除了 7-Eleven 之外呢，一些泰国的街边小吃呢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，像蜜汁猪肉啊、鸡翅啊、鸡肾啊，还有一些路边的印度 roti 啊，这些呢在泰国的夜市呢几乎是应有尽有，而且呢价格呢基本上也是便宜到你不信。像蜜汁猪肉啊、卤肉串之类的，一般呢只会卖到均价，我就说均价吧，就是大概就是10泰铢左右。像 roti 的话呢，几乎就是20泰铢就会有交易，而且呢分量还挺大的。这么一算下来呢，即使你一天吃3顿，你也不需要用到50块。像我的话呢，几乎就是中午起来，然后就只吃了2顿，所以呢，一天下来在吃的方面呢，其实没有花多少。不过呢，也因为我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待在泰北，而泰北呢，确实的物价呢，相比泰国的南部呢，是稍微低一点的。但是呢，在曼谷呢，只要你有心去找呢，同样也能找到非常便宜的食物。像一些街边小巷呢，你也可以找到一些30泰铢的，或者说呢，直接去大型连锁超市 Big C 啊那边的熟食區呢，相信呢也不會讓你失望。咁講完食啦，我哋就繼續講住呢方面。由於這一個月內呢，我並不是只在一個地方停留，所以呢，我選擇用短租的方式，可能我會租一個地方啊，住那麼3-4天，然後就換地方去住了。那麼眾所周知呢，在國外旅遊呢，很多人呢，如果想要便宜省成本的話呢，都會選擇青旅。而這些青旅呢，有男女混住的，也有單獨的男生住男生間或女生間，也有一些是自己包一個房間這樣子的。有人可能會擔心混住會很危險，所以呢，我這邊呢就建議大家在選地方的時候呢，一定要去看清楚平台上面給到的一些評價啊，或者是圖片這樣子的，三思之後再去選擇。不過呢，我看到呢，同樣也是有很多的一些外國的小姐姐呢，是選擇以背包客這樣的形式呢去混住，因為背包客文化在國外呢是非常的盛行的。而青旅的好處呢，一個是在於便宜，一般呢只需要花到20至40人民幣一天，另一個呢可能就是可以認識很多的來自世界各地的朋友。這個對於我來說呢，價值是大於其他的。相互交流文化的期間呢，還能增長一下自己的閱歷，以及提升一下英文水平。那麼有人可能會說，他想要隱秘一點，有私隱一些的，他不想要住青旅，那怎麼辦呢？同樣呢，你也可以選擇住一些旅館。那麼旅館呢，大概就是在50到70塊人民幣這樣左右的一個浮動。而我呢，因為大部分都是住在清邁，所以呢，我這邊只能拿清邁的去舉例。當然啦，我說的這個價格呢，是已經排除了一些比較誇張的，像拜縣的一些帳篷房，才21塊一晚。
那么可能会有人问，那我这些便宜的地方是怎么挑的呢？为什么我挑的地方呢是那么贵的呢？那其实呢，我用的其实跟大家用的是差不多，都是那些软件，像 Agoda 啊、Booking.com 啊，然后像国内的去哪儿啊、飞猪啊、携程啊、美团啊都有用。只不过呢，因为我是以背包客的形式去旅游呢，所以我是并不去太在乎那些住的一些质量的，所以通常呢，我都是直接用那个价格的那个划到最便宜那一块，然后再开始进行挑选。因为像泰国这样的一个热门国家呢，那些比较好的环境的一些住房资源也是有很多的了。但是呢，我可能并不太注重那一块，所以我基本上就直接选择性价比高一点的、实用一点的就可以了。那么说完住呢，那就说一下行。行呢就是交通。那么相信大家有留意一个很重要的一点，就是我是怎么从曼谷去到清迈的呢？那其实呢，我是选择了一个背包客经常用到的一个方式，就是坐最便宜的跨夜列车从曼谷坐到清迈啦。这个泰国的跨夜列车呢，你可以在曼谷的新火车站坐，然后呢，你需要坐14个小时，而且没有空调，是硬座。因为硬座呢55块一个人，然后你就需要整晚就这样子坐14个小时坐过去。这个车程呢，听起来呢好像很艰难的样子，但是呢，只要你选的季节对呢，其实的那个艰难度呢可能会减少很多。像我呢，就是选择在2季的时候出发，那个时候你可能不会觉得热，甚至还会觉得有点冷。而且呢，你听起来那一个难度好像挺大，但是呢，我也是没有想到同行跟我一起的呢，也有很多的欧美人也是选择是以我这种形式坐过去清迈。如果行程不赶的话呢，我也是非常推荐以这种形式呢从曼谷坐去清迈，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呢，你可以静静的享受这个泰国的农村风景，我觉得是非常不错的。除了曼谷呢，几乎所有的地方呢都是没有公交车跟地铁的，所以呢只能走路或者打车了。在其他地方呢，用 Bolt 打车呢是一个不错的选择，因为便宜，其他地方并不塞车。但是如果你在曼谷，你就仆街了。曼谷啊，最头痕的事情啊，如果我说塞车啊，应该是没有什么人投反对票的，因为真的几乎每天都在堵。所以呢，在曼谷，无论你是用 Bolt 打车还是用 Grab 打车呢，都一样，而且 Grab 还贵一点，大家都不会穿墙。所以呢，在曼谷呢，几乎有很多人都会选择坐摩托车或者是坐地铁过去。地铁呢，因为是有空调，所以呢，其实也不便宜，几乎每一趟呢都要5块以上。而摩托车呢，肯定是比地铁贵啦，也比普通的4个人的好一点，就是胜在快嘛。不过呢，同样因为我这个旅程呢并不赶时间，所以呢我就会选择坐一些普通的公交车，以坐泰国的交通船，因为才16泰铢一个人。而在泰北的时候呢，在清迈我也没有去租摩托车，除了因为贵之余，另外呢我就想到，如果你一被交警抓到呢，你就要罚500泰铢，非常不划算。所以呢，我只敢在拜县去租摩托车，因为在拜县呢几乎是没有交警的。而且呢，才100泰铢住1天，哇，爽！在泰国呢，如果你有1个月的时间呢，我也是非常推荐大家像我一样去选择一些跨城的大巴，无论是从清迈到拜县，还是说从清迈到泰国中部的素可泰，最贵呢也就只需要250泰铢而已。所以呢，你不是太常去打车，或者是太常去坐地铁，几乎呢不会用太多钱花在交通上面。好，讲完吃住行之后呢，我就分享一些关于自己的一些心得了，给举走吧给了。好，省钱技巧，第一点就是订酒店的时候呢，记得要提前1-2天去订，而且呢要看不同的平台去比较价格，因为有一些平台呢，它会经常去搞活动打折。像我呢就试过几次，在曼谷只需要花4块钱就住到青旅。而第二点呢，就是最好选择2人出行，因为2人出行呢可以 A 很多东西，无论是房费也好，吃的东西也好，所以呢，我是建议呢，大家可以找一个朋友，或者是找一个旅游搭子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出行，因为这样子呢，就可以帮你在旅游方面，在吃跟住这些方面都省掉不少钱哦。对，打车也是。第3点呢，相信呢，这个就是国内的小伙伴的一个福利了，就是呢，多用一些支付宝跟微信，因为在国外呢，会有很多的这些跨境的红包，以及呢，你用微信或者支付宝呢，你的那个汇率会比一些现金更要好。
那第4點呢，就是我認為最重要的一點，就是你要日常的記錄自己的一些消費，看着成本消費。雖然呢不用刻意去省錢，但是呢把一些自己日常的一些消費呢記錄下來，就能更好的把錢花在該花的地方上面。那第5點呢，就是要提前做好攻略，找到性價比比較高、CP 值比較高的一些方案。像泰式按摩，像我在做攻略之前，真的以為泰國的按摩呢普遍均價都在250到350泰銖之內，但是在我做了攻略之後呢，我才發現原來泰國在泰北清邁有一些叫做寺廟按摩，才120泰銖，而且呢它的手法非常的好，態度不馬虎，力度十分足。然後第6點呢，就是如果你在國外用平台訂了房呢，在現場才被告知沒有房，這個時候呢，你就要耐心的去跟平台的客服去講了。如果成功的話呢，正常來說呢，會賠償你當晚住宿的費用，或者是報銷當前你住的地方貴幾倍的一些酒店的費用。那關於這點呢，我之前也做了一個視頻專門去講這個，大家感興趣呢可以看一下。好，那以上呢就是我對我泰國重遊1個月的一些心得，基本上就係咩都講到晒噶啦。所以呢，如果大家覺得內容 OK 呢，就歡迎點讚同埋關注。如果仲有啲咩問題呢，就歡迎喺留言區去留言。如果可以嘅話呢，我都會逐一幫大家解答。好，那麼這期視頻呢就差不多，下期見，拜拜。